日本的经济基本面很差啊，没有竞争力啊，新的产业几乎全部空白，不是失落了20年，日本是睡觉了20-30年。芯片制造有日本的吗？新能源汽车的话，你有吗？第二个，所谓的汇率是反映经济的基本面，它跟美元的利差太大。日本现在欠债这么多的情况之下，你如果说你要提升你的这个利率的话，那一大堆日本的僵尸企25万家倒一半的话，对日本的经济可以说是几乎致命的打击。美国出手救一下，你能持续救吗？只能救急，不能救穷。穷的问题还真的没办法。秃鹰是否打垮了美日联盟呢？因为他们要拯救日元哦，现在看起来是这个任务完全失效了。为什么呢？我们来看到一些细节，包括了现在日本现在面临的各种问题，像是进口成本暴涨，日企现在狂哀嚎哦。另外，东京的房地产沦为外资的猎场，高市早苗这个时候压力也非常的大，要救民生哦，这个物资一直上涨，说要降食物税，看起来也没效，支持率创新低，跌至53%。好，今天我们会有深度的剖析。先来看这一场日元保卫战，大家认为是不是踢到铁板了？如果您认为是，留言写1；如果您认为还不会，留言写2。我们来一起做互动。回顾一下，今年7月日币是一度贬到接近是164比上1美元，结果我们先前不是做了报道吗？美日联手就是要开始来拯救日币，确实当时看到日币一度有反弹，大约幅度达到5%，结果呢？为什么啊？到8月10号这一天又贬回去了，达到了159.29，重新吐回当时美日联手要去救日元，大约是1半的涨幅。现在呢，企业真的就是很担心，会不会日币继续的贬值呢？日本企业内部其实做了一个调查，他们认为呢，20%的企业说最好的价位就是大约是落在120到124日元兑上1美元，跟现在我们来看到这个数字159，真的是差得非常多。他们认为说这样子企业跟民众啊，可以说是苦哈哈。确实，我们看到立刻对于产业界还有对于民生的冲击，在日本内部已经开始一系列爆发。首先看到优衣库的母公司已经宣布了，受到日元走贬的影响，成本大受影响，所以预计呢，即将到来的秋冬商品就会开始做价格上面的调整，涨幅大约是落在4%。三菱电机同样也是日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企业，过去他们靠着出口赚得饱饱，但是呢，他们现在不这么认为了。他们的财务长是这样说的：弱日元不代表日本的经济就可以一切的顺遂，为什么呢？因为日本还是长期靠着能源跟原物料、食品来进口的，所以呢，你现在这些进口的成本大增的话，是压缩日本人的内需啊，那内需不就变弱了吗？再来看到是三井物产还有三菱商事，他们也这样说，他们认为剧烈的汇率的波动影响了企业对于未来获利的预测跟他们投资的决策，对于企业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再来看到日本的贸易了，虽然我们看到进出口都有增幅，都有一个大约落在20%左右的一个增幅，但是最后来算起来，日本的贸易仍然是呈现严重逆差的，达到了4000亿日元左右的一个金额。那么我们也来看到，尤其小老百姓现在也非常的压力很大，吃的、用的、穿的全部都开始涨价，那压力现在也就压到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身上了。他说：“好啦，那赶快，我们呢马上要来降食品的消费税，从8%一口气降到1%，而且最快2027年就可以上路了。这样子也可以救回他现在低到不行、创史上最低只有53%的一个民调吗？”这个要持续的做观察，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介大使怎么看。首先是为什么日元干预了，日美都干预了，还是守不住？接下来对于日本这个日币不断的贬值，对于民生的压力，包括我们刚刚看到嘛，这个优衣库啊，日本家庭的薪水，还有很多企业都开始抱怨，这个对他们的重击又有多大呢？介大使怎么看？对，其实日本这个日元不断贬值的问题哈，有2个根本因素，这个现在日本都没有办法解决，这2个根本因素都是怎么样？就是 beyond control， 就是控制不住的，日本控制不住。第一个，它跟美元的利差太大，对，所以这个套汇的话，让日元承受很大的压力。大家就是说，等于说这个卖日元买美元，对，去套那个利差，美元大概现在可以拿到将近4%吧，日元这个汇率大概只有它的这个利息只有这个1%，所以差3%，
利差差3%，这个对日元是形成沉重压力了。对，哎，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那这个问题的关键问题就没有抓到，哎，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没抓到。可是日本政府已经它的国债已经是它的 GDP 的那么2.6倍了，所以呢，这是无法解决的，因为日本现在政府这个欠债这么多的情况之下，你要增加利息的话，那日本政府的财政会垮掉。而且日本还有一个大家还不太，他们最近不太提的，最近几年不提的，日本有25家叫僵尸企业。僵尸企业就是你这个产官学一体搞出来的，对，它都依赖什么政府的政策，甚至这种低利率，那么它能够存活。现在是1%的利率，它还债的时候它还不会吃力。你如果说你要提升你的这个利率的话，那一大堆日本的僵尸企业25万家倒一半的话，那就是连锁效应，对日本的经济可以说是几乎致命的打击了。那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没办法解决。第二个，这种所谓的汇率是反映它的经济的基本面，日本的经济基本面很差，没有竞争力啊，新的产业几乎全部空白，日本人睡觉睡的不是。知道他不是失落了20年，日本是睡觉了20-30年，被美国人欺负的时候又不敢还手，美国把他的这个所谓的芯片产业打光了，对，交给了，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韩国跟台湾的兴起，让日本在这个方面扮演极不重要的角色。那你说这些芯片制造有日本的吗？日本还靠我们台积电的，没有台积电，它现在还没一席之地了，靠的最后只有什么光刻胶，那你有 HBM 吗 ？HBM 都是韩国的，对不对？所以那逻辑晶片对不大部分是我们台积电的，日本有厂吗？日本没有。那另外一方面，新能源方面、应用方面没有啊。新能源汽车的话，你有吗？而日本今年上半年，去年1年才卖了400万辆车，今年中国大陆上半年就已经超过700万辆，这个外销。所以它的这个市场都不断的萎缩，也没有新的产业。那 AI 你有听过日本吗？日本有什么大模型？没有吧？没听说过。所以日本是经济是一片问题，再加上人口老化，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产业愈振乏力。而日本经过失落30年的时候，它的产业非常不敢投资新的。它基本上它是希望怎么讲？它赚钱要干嘛？不是扩展新的，是赶快去还债。所以呢，他们很在乎是利率，所以就日本经济这个结构性问题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那变成就是说，美国出手救一下，你能持续救吗？只能救急，不能救穷。对，日本是穷，日本不是急，所以呢，穷的问题还真的没办法。所以现在回到快160了嘛，有很多人就看到大概170也为时不远了。好，现在也包括了这个内需不足，还有这个债务的问题越来越高，所以呢，现在看起来是不是现在外资现在包括了日本媒体都很担心说，反而是都是外资在买日本它的一些建物包括了来看到是最新消息，日本的国土交通省相关统计，在2025年上半年居住海外的台湾买家在东京23区竟然是购入了192户的新建公寓，比前一年还要多出了80%。这个资金很多都是来自于海外的，不断的去买东京的房市数字创下新高。日本媒体说，东京可能已经变成全球资本眼中的一个重要猎场。现在是外资在这边大捡便宜吗？上次哥怎么看对于日本的影响？好，现在主要就是日本贬值这个状况来讲，并没有真的结构性的改变啦，所以日本的里面的东西，如果就外币，你拿美金，你拿台币，你拿韩元，你拿人民币去买，就是便宜嘛，它就是真的很便宜。那先前其实有包括统计房子，就是大概跟去年初的时候相比，大概就少了，最高可以少1/3那日本的房子你说也是几千万，当中少1/3，你可能就已经省了上千万所以其实就这么简单的概念。也因此现在我们都知道，接下来可能9月、10月的时候，日本的包括观光客到那个地方会有出境税啊，然后你那个 duty free 的部分，以前你在美妆店里头就把你扣掉了，未来你就要辛辛苦苦到机场去退，有很多的麻烦。那基本上它就让你这个外国人来觉得日元很便宜，
乱消费这件事情，他还是帮你设一些门槛，然后抬高了很多的要缴日本的这些规费。但会影响到大家去日本买便宜货吗？我相信不会的。不过我觉得我回过头还是要看一下日元哈。我想日元现在是这样的状况，在7月30、31号，美日联合干预，这个还是这个很重要的一天。当天美国出了100亿，日本出了大概770亿左右，大家联手干预。好，当时其实是从原来我们知道163贬的163.8，这股点一下子就是升值了大概8.6元。历经10天，现在又回去，又回贬了4.1元，一半就没了，就这1000年的钱就一半又没了。好，但是我们现在在关心这个部分是慢慢的又贬回来，但是其实美国不是出重手吗？到底怎么回事？我觉得现在其实大家在观察，是不是这些所谓的国际秃鹰，还是这种投机的钱，还是不相信这些美日干预的效果？要知道，不是说的干预的时候，日本就贬嘞，它干预是一个介入，可是日本央行还没有升息啊，所以真正的要稳定还是要等到升息。不过我觉得大家要注意到，日本到现在的状况，因为作为日元便宜套息交易，你钱都去存美元，你就可以赚3点多趴，甚至最多到4点几趴。而且日本的银行、国际银行都在做，也不是只有投资的这些秃鹰。大家现在关注的是这种空单。要知道，在国际期货当中，美国这个期货交易委员 CFTC 就其实在紧盯，因为为什么日本会贬？就是因为人家买外汇的日元期货看空嘛，在美日还没有出手之前，很恐怖空单是13.8万张，7月31号那天出手之后，瞬间少了一半，6.8万张。那现在呢？可是那个8月4号之后，这个美国这个 CFTC 没公布，所以我觉得有可能这个空单又回来，但是外界就没有资料，不知道。所以这个影响性，我认为是现在至少就这样子回贬的状况，我认为投机性还在。那这个概念最后怎么来看待这一波，到底怎么回事？我认为很简单啦，就2个。第一点就是说，现在在投机的或正规的日本银行、正规的投资的，都在测试日本或包括美国的官方底线。好，你现在出手，你是底线吗？你只是威吓一下市场，但这个底线在哪里？大家还在测。第二个，我认为就刚刚讲，釜底抽薪没有别的啦，就是央行宣布升息，日本所有日元永远的这个利息涨，然后全世界在外面的这些流动在赚差价的日元被迫要全部回到日本，你才有可能日本真正的恢复升值之后的稳定。那当然过去认为是10月，但是现在都认为应该9月。所以如果9月日元的这个升值，就包括它的升息之后，我认为对全世界，包括美元，包括各式各样的货币，包括台币，包括去观光的这个钱，9月之后，10月如果去日本玩，可能成本就要高一点了。好，那如果真的9月份的时候日本升息的话，日本接得住吗？因为他们现在债务非常的高占 GDP 的250%到260%左右，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日本政府手上还有什么的招呢？黄舰长怎么看？其实他不是说他有什么招，而是这个金融的问题太复杂了，而且有很多的因素在影响它，而且这些因素里面通常是你拉这个下来，你拉那个下来，它很难取得一个适当的平衡点。那一个国家到底有哪一些机构啊或什么能够影响这个国家财政呢？第一个当然最主要是央行，央行它可以管这个货币流通，它可以限定每一个银行你的存款多少人贷出去，它可以决定升息。这个是不受政府控制的哦。像川普不是说升息降息，你不是那个 FED 的那个总裁根本不听他的，这是一个你知道，政府归政府，央行归央行，央行管的是金融这个次序。那政府管什么呢？政府是一个行政单位，它在管的是收跟支，花钱。如果我现在的财政状况不好，基本上我就是开源节流，怎么样去能够增加一点收入，减少一点支出，这是政府在做。这2个单位通常不一样。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好比说现在央行说我们日元这个实在是太弱了，那我升息，我增加这个日元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持有力，然后很多人来买日元，我升息了嘛，这时候会怎么样？消费会下降，因为有钱了嘛，就是我存进去就好，那我不要去花钱，好，消费会下降。反过来讲，那政府他关心的是民生啊，好比说政府觉得像高市觉得现在日本的人民的生活非常不好，那我怎么办？我就可能减税，加些补给，那我就希望大家能够消费，这个消费就增加，
你会发觉刚刚央行的政策跟政府政策是违背的。它其实最困难的地方就在这里，它不是一致的。就是说央行跟政府有时候还在唱反调，如何取得平衡比较困难。日本70年的军工巨兽复活吗？今天特别来看到，因为高市高喊着抗中大扩军，现在呢推升了最新在过去这1年3家日本非常重要的军工产业，包括了三菱重工、IHI 还有川崎重工的股价1年之内暴涨那么弱日元现在是让日本的百姓叫说，真的是日子过得苦哈哈。没有想到呢，贝森特近期不是说了吗？他要来去救日元，但是大家挖一下他过去的历史他曾经大幅的放空日元，获利10亿美元的一个金额到底怎么回事？现在华府会全面介入管东京吗？今天我们会做深度的剖析，欢迎观众朋友留言跟我们一起做互动。如果您认为日本现在扩大它在军事上面的发展是军国主义混复苏，留言写1；如果您认为还没有这样的迹象，留言写2，跟我们做互动。好，现在来看到的是日元现在日本真的是必须要向美国求援的地步了吗？我们在看到的是日元最近不是重贬一直到40年的新低吗？其实呢，在过去日本政府是一度认为说日币贬值其实是对日本非常好的。高市早苗当时是这样说的，他说日币贬值就很有利于我们这些大企业的出口啊，我们日本赚得盆满钵满。确实他当时是这样子认为的，但是现实现在狠狠的把他打脸了，因为确实我们看到出口的大企业有赚钱，但是老百姓过得很痛苦啊。有赚钱的包括了汽车跟机械这些出口的产业的企业受惠，但是我们看到日本最主要它还是依赖进口的能源跟粮食，所以说进口现在因为弱日元的关系，导致民众买东西越来越贵，物价不断的飙升之下，连续4年日本已经进入高通膨的一个状态，导致民众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了。就在经济的压力之下，日本还是持续的要扩大它在军事领域的发展，并且高市早苗他高喊的就是中国威胁论，扩大对于军事的这个发展。我们来看到几项具体的例证第一个，最新日本公布了2026年版本的防卫白皮书，全文非常多页达到了598页，创下了历史最高的一个记录，并且新版的这白皮书把中国大陆列为是最大的战略挑战，并且显示说其实包括了中国大陆是这个他们最大的威胁之外，他们还说中俄朝的军事联动的风险，甚至是台海的风险一直不断的提升。接下来日本说了要好好的来发展他们的无人机等等新型的战争武器。那么日本的防卫预算呢，也已经来到了新高1.8兆新台币，都是要用在军事上面的发展的。再来，我们就是看到了这3家非常日本最重要的军工御3家，在过去1年股价暴涨翻倍三菱重工还有这一家是 IHI 跟川崎重工等等，被视为说就是因为日本要来好好的发展他们的军工了。那高市早苗我们来看到，因为这个经济表现真的太差了，民众对于安全议题其实没有什么感觉的，所以最新他的民调已经跌到只剩下41%了，70%民众不满现在日本的物价不断的在飞涨。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干哥怎么看？一边是日元不断的跌物价狂飙，人民吞下了经济上面的代价。一方面我们来看得到军工股不断的狂飙，高市早苗打造的军事强权梦，究竟是守护日本，还是牺牲了民生伟大这些军工的利益呢？干哥怎么看？日本现在有一个笑话，就是股市狂欢跟货币崩溃同时上演。奇怪了，这到底是国家的福还是国家的祸啊？大家都狂欢，为什么？飙嘛，台湾也一样啊，韩国也一样啊，对，反正还有4代同堂啊，一家4代通通都贷款去玩股票了，这是正常的情况吗？日本也有股市过热的问题，但是高市早苗，你知道吗？他是一个很典型的保守派的政治人物，所以说他的想法，他就说，货币下跌对我们是有利的嘛。你看大企业都赚得盆满钵满，对不对？那是大企业啊，你的选票是从大企业来的吗？民主国家你要想到，你的票是从老百姓的手上出来的，但是他眼睛里面，他只有什么大企业，所以说他让股市他让汇市，让市场去决定。我老实讲一句，
它就是刻意在压低日元的币值。那日元已经跌到40年来最低了，通货膨胀连4年来都超过2%，这很严重哎。这些我们都丢着不讲。好，小泉进次郎防卫大臣刚刚最新出版2026年日本防卫白皮书，第1章一打开，揭除日本将来6年防卫计划的目的是要怎么样因应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扩张。他就直接告诉你这样，他说因为中国的航空母舰以及驱逐舰队，在这些海域的活动有逐步增加的趋势，而日本海上自卫队想不出有什么可行的方法以之对抗。那怎么办呢？那我直接提升防卫预算到1.8亿1.8兆，不是1.8亿，1.8兆新台币。对，到了1.8兆新台币，我可以告诉各位，那就超过 GDP 的2%了。为什么？因为那是川普要求的。那事实上也正好符合高市早苗的心意。为什么？因为他很希望日本在台湾有事的时候，他现在把防卫白皮书里面提到台湾，就认为说，台湾海峡如果出现争端的话，那会直接影响到日本的生命线。所以说，你要把它等同于日本就遭遇到生死交关了。他现在已经越来越明白，就是说我要介入。可是我要怎么介入呢？我要介入的话，那当然还是要我们这些大企业的支持。什么叫大企业？川崎重工，日本第1品牌；三菱重工不用讲了，会做飞机也会做汽车；石川岛薄膜重工，从2次大战就最有名的做飞机引擎跟潜艇引擎，它甚至可以生产一艘真正的核子潜艇给你看。这是日本真正的大企业，而且这些企业所造出来的军武品质，都一向是在世界的前列。大家听过最上级的那个护卫舰吗？最上级的护卫舰不但澳洲要买，印度要买，台湾也要买，谁的？三菱重工。所以现在我跟你讲，防卫白皮书写得很简单，也就是说，在未来几年之内，日本面临前所未有的战略性挑战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一定要扩大国防预算。问题是，日元一再探底的结果，现在1美元已经兑到多少日元了？163.99日元了。这样子对于老百姓的生活直接影响油价，好不好？食品价格一定掉不下来。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民生必须嘛。然后高市早苗完全没有把它看在眼里，所以有人说他的任期可能不长了，因为他有一天突然倒戈的话，一定会非常的迅速。因为他现在的情况跟他原先所承诺的事情完全背道而驰，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日本的实况。好，这个是日本现在面临的，不管是经济上面，或者是来自于老百姓政治上面的双重压力。那日本最好的朋友，也就是他们最重要的盟国美国，现在罕见说我要出手了。这一位是美国财长贝森特，他公开表示，因为日元近期不是贬到40年新低吗？他说呢，接下来我要跟日本一起来稳定日元市场，所以呢，被发现他这边在本子上面写了说要买进500到100亿美元的日币。但是有一件事情很讽刺，就是最新今天外媒所做的报道，他说对贝森特现在说他要救日元，但是被挖出来他过去的历史哦，他曾经在索罗斯基金操盘期间大举的放空日元，当时啊贝森特这边的操作下获利高达了10亿美元，等于说他现在的角色从过去大放空日元到现在成为了拯救日币的英雄吗？好，再来不只是贝森特，他这个操作的方式是不是跟美国政府也有点像呢？凡事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因为这背后美国是否在考虑要救日元有3大的利益，第一个就是救美债，第二件事情就是逼日本持续的扩军，把他的国防支出从目前的 GDP 2%，是不是可以超过3%呢？并且大幅的购买美国的军事武器，跟美国合作，最后就是确保日本对美的投资能够落地，因为当时日本曾经承诺过美国说，
对，我会投资你超过5500亿美元，这内容涵盖了能源、制造业跟基础建设等等。所以美国也要确保日本的经济还有金融上面的稳定，是因为这样子吗？那先来请教委员怎么看有关于贝森特这个人物，他从做空日元到拯救日元，是不是跟美国政府的做法也有点类似呢？委员怎么看？我先帮大家介绍一下索罗斯的这个基金公司哦。就是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它其实在过去这个国际金融市场上是恶名昭彰的哦。就长期以来，它就是专门扮演这个空头的秃鹰，它狙击过英镑，狙击过泰铢，狙击过印尼盾，造成过韩国的当年的亚洲金融风暴，通通都是索罗斯这个基金管理公司的这个一手操作出来的哦。那么它只有在毕生战役里头只有一次落败哦，就是当时他要狙击港币，可是他没有想到中国大陆拿了足够的子弹跟他对决哦，所以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在狙击港币的那一战里头是铩羽而归的。但是我刚才讲到的其他的战役，他都赚得盆满钵满。英镑是在什么时候脱离跟美国挂钩的？就是因为被索罗斯狙击啊。1992年，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这个结合了他自己本身只出了10亿美元哦，然后他结合了2个政策哦，一个叫做外汇远期合约，另外一个他跟银行签了足够的信用额度，他一口气把当时的10亿美元放大杠杆到100亿，放大了10倍哦。谁在操作的？核心成员就是贝森特啊。贝森特1991年到2000年就在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工作，当时狙击英镑就有贝森特的影子在里头。贝森特是操盘手之一耶，然后贝森特后来离开了之后，再回到这个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时候是2011年到2015年了哦。所以你说贝森特现在跑来救日元，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么好笑？就是因为你本来就是一个国际金融市场的秃鹰，你专门就干这种事情，然后你现在居然要扮好人，说你要去救别人。那你说美国为什么要救日本？他当然是为了自己啊。美国要救日本，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刚才思明讲了有3个，但是美国这个自私的这种心态啊，他真正最主要要考量的是他的美债，因为如果他今天不出来救日本，日本自己要来，日银要自己进场来护盘，日银会怎么做？日银手上的美元不够，他必须要卖美债，他要卖美债，拿美元买日币进场护盘，所以你看到了日本大概当时是在7月30号吧。他那个时候日银投进了528亿的美金护盘，然后到了7月31号，他再投340亿美金护盘。大家想一想哦，如果日银自己单干这件事情，他就只有一直卖美债，一直卖美债，一直卖美债，会造成什么结果？市场上的美债的供应量太多了，于是美债的殖利率就飙升了，这对美国来说才是最严重的打击。所以你说贝森特跟美国很好心说我来救日本吗？他也没救。你知道他用什么方法救吗？他用了一个根本自己1毛钱都不用出的方法去救了。大家知道在当时疫情期间哦，美国的联准会定了一个机制叫做 FEMA。 这个机制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国家你有美债存在我联准会的纽约银行，你有美债压在我这里，我就让你借，就你临时需要掉头寸的时候，我让你借，最多借600亿美元。7天，我时间给你7天，让你掉头寸，让你在短时间之内不至于有这个资金短缺的问题。当然，最主要他会做这个想法，是因为他怕他们去卖美债嘛。所以你就干脆跟我借就好啦。干嘛卖美债呢？你美债可以继续留在我这里啊。可是这7天呢，他还是收利息的。它的利息比市场上的负买回机制的这个利息还要高的，所以他不是做大善人的，他不是做慈善事业的，他还是有赚人家的利息一手。他今天是用同样的方法在救日元。他跟日本讲，反正你有美债压在我这，那你跟我借好了。所以你想想看，本来日本人政府去卖美债，他也不用付利息，他就卖美债就好了。他现在不得已啊，他现在是要跟 FEMA 机制来借钱，然后最后还要付利息啊。所以你说美国到底真的帮了日本什么？我实在完全看不出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自己而已啊。但是今天美国投进来的子弹够不够？各位知道日本的汇率，日本的这个外汇市场一天的交易额是1.3兆美金，1.3兆美金的额度在里头。那你拿个300亿、500亿、800亿、1000亿。这杯水车薪你要拉得起来很难的。虽然现在人家说，哎呦，现在看起来好像有效果了。废话，市场有预期心理啊。
大家都知道，你美国跟日本现在要救，谁会在这个时候进场呢？而且现在有很多人开始回补了。我当时低价买的日币，我现在高价把它卖掉，我赚你一手啊！我在等着下一次再进场。现在大家在等什么？在等你美国跟日本的子弹用完嘛。因为很显然的，你手上没有无穷无尽的子弹可以用啊。当这个子弹一旦用完了，日元又马上会急转直下，所以你们就看到它最快的时候拉到155，然后现在在157、159不断的震荡。为什么？就是因为后继无力了。用这种方法去拉抬日元根本是不可能的。不解决日本跟美国基本利率的这个差距1%跟3.5%到3.75%的这种差距，这个问题不解决，套利交易会永远存在的。好，那上这个又怎么看呢？我想这次其实都知道了，其实到底这次美日联手花了多少钱？其实有统计出来，在这一波的这个7月30号、30号这2天当中，日本拿出了870亿美金。那么美国大概拿出了大概100亿美金左右，刘荣刚刚其实大天讲得很清楚所以他就不要让日本当中卖掉美债，因为之前要知道，今年4月、5月的时候，日本已经干预一波，后来没有用。当时日本拿出多少？736亿美金，在4月、5月之后2波来介入，结果介入当中有一点点作用，可是立刻又没有了。而这个当中，当时4月、5月就是卖美债所以这里就美国不会让他再卖美债了。而且其实美国为什么还是要介入因为现在日元的波动开始影响全球的部分，包括美国包括华尔街股市。要知道现在美国股市当中，科技 AI 类股是整个美国华尔街股市在85%的动能是靠着 AI 类股。如果这当中产生了这个资本当中日元跟美元当中流动的这个影响的话，其实对美国的现在维持的这个经济状况来讲，所以这个稳定性，我觉得贝森特难怪要出手。而且我们看这个，其实美国出口当中还是有点贼，而且我觉得大家要注意几个角度。首先，第一个部分是贝森特就是让路透社拍到，我们看拍到他那个时候 to do， 他后面就是有50到100亿，然后要买日元。你知道这个东西，大家就知道你根本就故意的嘛。因为当你故意的时候，就会让那些预期性的投资套现的部分，美国要介入了，所以大家会开始有点收手，他就省了很多钱了，你知道，就自动了。第二个部分，其实这一次很特殊，它是卖欧元换美元之后再来救日元，所以其实上当中没有动到任何，这个蛮聪明的这是超过外界预期。结果但是而且这里头还有个很微妙的地方这里这不是美国财政部出手，是财政部让 FED 联准会出手。所以这里头有个微妙的地方，就说财政部跟现在联准会怎么会这么紧密啊？大家为什么会这么迅速、快速的就来帮日本呢？所以我认为再来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是，这次开始美日救了，如刚刚大千讲的，我认为没什么用。其实现在马上155到20，那马上就这2天回到157点了。所以其实大家还是看是不是投机的力量还是很大。但是我觉得要特别关注，就美国跟日本这个紧密度。我觉得你知道钱袋子这件事情，而且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救，还是很微妙的。所以这里头其实美日之间的紧密关系，包括军事，包括等等的中日的这一些中国跟日本现在这些冲突，你看如果救日本，按照川普的个性，早就大说他是他的功劳，川普都一直保持沉默。现在在对日本很多的这些微妙的地方，川普都有一点疏离。这里头是不是背后其实还是美国还是控制着包括日本的很多的变数以及跟中国之间的关系？这一次的这个救日元，我觉得大家要看深一点，后面这个深层度其实是要值得注意的。日本危机大爆发，今天来看到的是包括了现在在日本昨天发生的这一场地震影响了晶片的命脉，另外还包括了中国大陆断它的稀土等等。高市在这个时候还是不认错，硬撑下去。那另外一方面，日本现在持续花8兆军费要打造国家的军工厂。日本是不是要走向战时体制呢？今天的大主题也请观众朋友留言来跟我们做互动。如果您认为日本现在面临经济还有金融上面的危机大爆发，留言写1；如果您认为还非常的安全，留言写2，跟我们一起做互动。这一场来自于日本引爆的国家危机最新消息，要来看到的是在昨天熊本爆发的7.1级的这一场大地震，直接影响的就是半导体的供应链受挫。那么包括了东京威力科创2座的工厂宣布停工之外，在熊本这边之所以特别的重要，因为很多的半导体大厂也都在这边，除了有台积电、Sony 之外，还包括了瑞萨电子等等现在在评估说是否也因此受到了影响呢？其他受影响的企业还包括了丰田3家的工厂已经暂时先停止作
作业了。再来就是本田机车的熊本厂也停工，目前这一场意外造成13死亡，数字当然了还在持续的统计当中。另外就是另外一场同样也是影响半导体供应链的中国大陆持续的紧掐对于日本稀土氦气等等的这个出口计划，直接打击了包括了日本的企业，像是它的日本的科技业、汽车跟军工产业等等哦。那直接影响的包括了有丰田、日立、三菱重工、信越化学等等这一些知名大厂的核心企业哦。日本现在就算是拆了空调，还有深海要去挖，包括了稀土要做提炼，到现在是无解的。那日本的产业界最新也估计了说，如果中国大陆的稀土持续紧掐的话，再这样下去，1年恐怕面临2.6兆日元的损失，这个规模占 GDP 的占比来到了2.3%。除了在产业上面刚刚看到一系列的影响之外，我们现在要来看到日元跟日债目前又面临了哪一些重大的影响。首先，日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1200兆日元了，占 GDP 最高甚至高达250%，长期维持是全球最高的负债国家之一。日元的部分崩跌到163大关，引爆了现在投资人也在失去对于日元日债的信心，是否引发抛售潮？等一下也请委员带我们看，因为也有专家提到有可能会爆发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市场现在也忧心政府持续的扩大它的支出，尤其高市早苗最近还要降低这个食品税，是否再增加财政上面的负担呢？这个也是外界所关心的。面对现在各种的压力，日本高市早苗怎么说呢？他说自己没有应该要去反省的地方，而看到了最新民调，高市的支持率从6月份还有51%，一口气现在下滑了至少10个百分点，来到了历史新低，只剩下40%的一个支持度。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委员怎么看日本的债务危机，另外高市说没有需要反省的地方。日元跟日债是否引爆抛售潮，也是现在专家所担心的。政治危机加金融危机的双重风暴会不会正式引爆？委员怎么看？当然了，这个情况非常的不好哦，所以关于这个问题，高市内阁我估计在今年年内就一定会下台了哦，因为高市内阁除了高市自己的表现太过于跳痛哦，那么不符合日本国民的期待之外，其实高市在最近这段期间全力在推动军国主义复辟跟抬头，这也不太符合日本大多数民众的想法。所以大家可以最近看到日本不管是地方议会也好，或者是日本的民间有各式各样的抗议抗争的行动，那更不要讲高市自己陷入了一个丑闻当中，而这个政治丑闻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解开哦。所以对日本首相来说，他只要陷入丑闻，几乎就已经敲响了他的丧钟了。这个高市内阁要解散只是迟早的问题哦。那至于说日元的状况更惨，我觉得日元是一个死局啊，就是我看日元的这个局势几乎是根本没有办法解开的哦。大家知道现在日元之所以会造成这个汇率无量下跌，最主要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它跟美元之间的利差太大了。现在大家都在做利差交易，日本的基本利率是1%，美国现在的基本利率是3.5%到3.7%，所以你一般的投资者你会怎么做？你会去日本银行借日元，因为日本的利率很低嘛，你跟银行借日元那个利息很低啊。你借了日元之后呢，通通跑去买美金，买完美金之后就存到美国去收那个3.5到3.75的利息。你中间赚的利差交易，再拿一点去把利息付掉，你就赚了。现在日元之所以无量下跌，你甚至日本这个央行日银说出来要来护盘，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它唯一最重要的症结点就在于日本敢不敢升息。好，关键问题来了，日本敢吗？刚才这个思明给大家看到的，日本现在的债务已经到了 GDP 的250%了。通常在我们总体经济学上，债务只要超过 GDP 的100%，你就是一个债务国。它是250它的欠的债是，对，叫迈向260了。你知道它也是2.5倍到2.6倍的状况了。那关键问题来咯，你欠了一屁股的债，那你平常要干嘛？你要付利息给人家。那因为你现在基本利率很低啊，就1%，所以你现在的那个日本公债的利息不用付这么多。可是如果你一升息呢，那你一升息，你接下来所有的债务的利息全部都要提高咯。那这个时候你扛得住这个债务吗？你的利息付得出来吗？更不要讲日本的企业也在跟银行借钱啊。你现在一升息之后，日本的企业跟银行借钱借的，大家知道银行借你钱都是浮动利率的，它都是以基准利率用几倍来这样算的。
所以当基本利率一改的时候，你的浮动利率就跳上来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日本的企业撑得住吗？第三，日本是一个完全靠进口的国家，日本基本上没有任何原物料。现在在这个全世界这么混乱的局面，特别是在这个能源价格高涨的过程当中，大家看到的那个通货膨胀的这种压力，所以日本的企业它进口的原物料的价格就变得更高了。所以原本大家以为说，哎呀，日币贬值，它的竞争力会变高一点。可是那已经过了一个死亡交叉了，日币适度的贬值对这个出口的产业有帮助。可是当你贬到太夸张的时候，再面临到通货膨胀压力，再面临到你这个整个汇率的压力，你的原物料的价格远超过了你这个出口能够得到的获利哦。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对日本的企业来说，那就是沉重的负担了。所以光是我刚才讲的这3点，我还没有讲一下其他的复杂的因素。光这3点，坦白讲，我就已经想不出来到底日币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出路跟解方了。现在看起来，当时是160，我看现在看170，甚至到180甚至200都是有可能的。那么跌到什么时候呢？如果日本现在放手不管哦，我告诉各位，当然跌到某一个时刻还是会停的。跌到什么时候呢？跌到真的符合供需关系的时候，它就会停下来了。可是那个情况对于整个日本来说，可能就是灾难性的结局了。所以现在日元跟日债出问题，专家也就说会不会引爆所谓未来的抛售潮，这个还要再持续的做关注。那另外一方面，日本要担心的事情还有就是呢，我们看到在有关于稀土还有它的企业界的影响，因为这场地震再加上中国大陆持续的紧掐稀土，这个双重打击，苑老师有怎么看？这个熊本地震啊，再加上日本的这个产业升级就失败啊，有原来刚刚我们这个委员讲了非常多，我可以大胆的预言呢，日本绝对是完蛋的了啊，但是话说回来，如果说要分析针对于地震以及这个产业萧条的情况下来讲，我们有一句老话叫"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我们现在讲说天发生地震，我刚刚举这个例子也是台湾也有地震，这个没有什么好讲。但是的话呢，风雨生人，就是风雨生信心啊，大家就会觉得说有地震的话呢，日本应该是能够撑下去。但是日本的产业为什么衰败呢？我举3个原因啊。日本首先的话呢，第一点就是说刚刚这个大千已经介绍这个日本的这个汇率的问题，这个情况非常严重，我们不多讲。然后第2个问题的话呢，就是日本现在的话呢，为什么没有稀土？就是高市早苗在去年的11月7号莫名其妙冒出了一句安倍晋三被打死的之前说的话，他说台湾有事啊，搞了大陆话了，非常没面子啊。大陆讲说我平常对待你很好，因为日本的产业之所以厉害的原因，就是自己是造成了环境污染的稀土的产业，它不生产，全部交给这个大陆来生产。然后呢，日本环境很漂亮，又搞观光啊，又有好产品。那现在没了，稀土当中日本想了3个对策，第一个用偷的，跑到大连去偷啊，那个富士电机，结果没偷成被抓到了。然后第2个的话，捡垃圾，从那个旧的冷气机里面捡垃圾，捡了不够用，弄来。然后第3个到海底下那个什么鸟之岛底下，什么挖了一些烂泥巴以后，什么现在那个泥巴以后能管什么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都讲不清楚。所以日本现在这个情况下啊，就是说高市早苗的话，唯一的能够获得支持原因，就是把中国看得非常非常的不行啊。要什么台湾有事的话，日本就要来，让你来试试看。但是我告诉大家，在这边我要强调一下，日本每一次遇到国家经济情况不好，就国家快完蛋的时候，想办法找一个国家来偷袭。现在日本的话呢，他们的防卫厅厅长小泉进次郎就要开始要松绑他们自己的反核3原则。那对大陆来讲的话呢，这真的是底线。所以日本的话呢，就是说除了天人他们之外的话呢，日本自己的未来的发展，我觉得日本自己都不晓得该怎么办好。我们现在也是感觉上，日本好像突然之间，从原来觉得不错，现在变成一个非常有麻烦的地方。是，那所以苑老师也带我们看到，现在日本除了提出这个反核3原则之外，是不是要往军事主义的方向去做发展？从这当中也有一些迹象。首先，第一个最新消息是外媒特别做的报道，爆料说日本政府正在研究修改制度，接下来要允许国家直接持有部分的国防生产设施，来因应未来如果真的爆发了战争，日本可能面临弹药不足、供应链不足、生产不够快速的一个问题。第二件事情，日本持续扩大它的国防支出，正式突破8兆，并计划在2027年让这个防卫支出达到GDP 的2%，这个支出其实只是在美国跟中国大陆之后的第3个国家了。资金投入的方向是不是也是要往军国主义的方向去做发展？因为它主要投资在长程飞弹、无人的武器、防空系统、弹药
库存等等。所以现在日本的问题是一方面面临在经济上、金融上面的危机，但是一方面又扩大在军事上面的支出，要往军国主义做发展吗？干哥怎么看？在2次大战爆发以前，虽然大家都很知道石川岛薄膜重工、川崎重工啊、三菱重工这些都耳熟能详，当时都是在政府的管制底下的。其实他们的生产啊，跟他们的营运啊，受政府的政策影响很深。那个是在战争之前。那现在战后呢，日本不允许拥有军队之后，这些都不存在了。也就是说，这些企业都是各自发展，拥有绝对的自主权。但是你知道为什么防卫省现在最近提出一个法案，叫做 GOCO 法案，就什么你知道？就是这个政府持有，然后民间营运，要提出这个新法案，就是说以后属于这些军工产业啊，都由政府来持有，那这个交给民间去营运。那我心里就在想，你不可能从日本固有的工业里面去把这种股份给抽出来，变成国家所拥有，这根本做不到，对不对？那你为什么防卫厅或防卫省你们会有这样的想法，会想要说，哎，我把那个这个像这些大型的军工产业的这个持有变成政府所有，然后交给你们去营运，这就是什么？你知道？这我给你点破，这就是军国主义复辟。他就是准备我政府抓回了这些最主要的重工业的生产之后，他将来才能够随心所欲的啊，就自己日本政府他自己本身他就可以进行扩张，或是进行什么，进行海外部署，甚至可以拿回军工业的生产主导权，可以开始外销，这些通通都是在长远的算计里面。所以你说你现在你看看他们最主要的，他就是说将来你看我们长程巡弋飞弹啊、高超音速飞弹啊，以及无人机的沿岸系统啊，这些都耗资巨大啊。那这些耗资巨大，就影响到日本将来的防卫白皮书，它到底应该要怎么做？而且这里面虽然利益不是最主要的考量，最主要的考量还是国家能不能够掌控。你说三菱重工，你现在每年你要生产多少战机，生产多少的引擎，这些东西，老实讲一句，都不是国家能够控制的。所以我要把它拿回来。将来一旦有事，什么有事？太平洋有事了，或者是北方四岛有事了，或者是我要抵抗这个俄罗斯军队的入侵了，那我们政府自己本身就有马上扩充产品设备的生产速度，比如说爱国者飞弹啊，比如说这个日本自卫队的火炮、战车等等，所以大家就晓得说，日本这种态势啊，2027年的预算呢，国防预算已经到了9兆日元了，你就晓得说，这是以前从来没有的现象。我们现在正在密切关注这样的现象，将来有一天你就会知道说，原来这个沟口，也就是政府持有、民间营运这样的措施，从以后的事态发展，就可以看出当初就是像我们今天在讲的，原来如此，日本政府它是不是逐渐走向了军国主义的道路上？